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草泥鸭汉堡，今天为大家带来搞笑的美漫辛普森一家第31季第14集。春田镇所有居民都坐在电影院里，目不转睛看他们最喜欢的电影《守护者联盟》。正义力量重重包围了邪恶势力，他们即将要开启这最后一战。看吧，空射侠打爆了敌人的头，看来正义最终战胜了邪恶。没想到怪老爹头在他们的手机程序下竟然复原了。不仅如此，他还启动了冰冻程序。很快，正义力量就集体化作了冰雕。程序启动，所有人都碎成了渣渣。电影就此结束，续集要再过1年后才会出。观众的情绪十分激动，红发威力直接扑到了屏幕上，入戏太深了。11个月后，校长聚集了所有春田镇小学的学生，教育他们不要模仿网络上某些视频的危险举动，但人总是具有逆反心理，尤其是他们这个阶段。校长在播放了某平台人体升起的视频后，同学们没有丝毫害怕，甚至还鼓掌欢呼。仅仅过了5分钟，小新就开始积极响应了这项运动，让3个好基友拉他升了上去。眼镜仔在一旁为好兄弟拍照，小新升上去后，绳子就被绑在了坦克上面，反正也应该路够了，他就解开了腰上的绳子。谁知道眼镜仔丝毫没有注意到自己的脚缠上了绳子，于是就这样被坦克拖着滚下了楼梯。小英在旗杆顶端正好看见好基友滚了下来，伤心的大声呼喊：不要啊，没有你怎么上传视频啊。伤痕累累眼镜仔就这样躺进了医院。对于这个为自己的英雄事业献身的好基友，小新当时第一时间买了一只气球来看他。他全身扭伤，大部分肌肉都搬了家。还没有等小新再多说什么，眼镜仔就被护士带走了。他现在要去做康复训练去了。小伙伴走了，小新正好可以躺在病床上玩会儿。就在这时，一位不速之客来到了医院门口，他不停地喝着酒给自己壮胆。原来他竟然是空射侠的扮演者。询问了前台护士小姐姐眼镜仔的病房之后就去了，可是眼镜仔已经离开了病房。此时在这里的是小新，看到自己最喜欢的守护者，小新马上就在病床上跳了起来。眼见这位小朋友这么激动，空射侠紧张让眼镜仔放轻松。眼镜仔，小新下意识就想否认，但他愣了一下之后又承认了自己就是眼镜仔，甚至还躺在病床上假装自己病得很严重。看着并无大碍的小朋友，空射侠表示不用给他看自己所带的东西了，这可让小新来了兴趣。要知道他可是最喜欢和别人对着干的。听见他问这是什么，空射侠也没有隐瞒，告诉他这是守护者联盟的续集。空射侠喝了太多酒，很快就倒在了椅子上睡着了。那不是明摆着给小新抢先看加白嫖的机会吗？确认眼前这个人已经睡死过去了，小新用他的手打开了电脑。就这样，他一个人看完了电影的续集。现在他就是唯一一个知道故事剧情的人了，换句话来说，他就是最有力量的人了。这样的天赐良机，他怎能不好好利用呢？小新首先来到了漫画男的店里，因为他中意一本漫画很久了，为了让他相信自己确实已经知道了故事剧情，他甚至还给漫画男放了一段电影录像，那是一段关于空射侠吹气杀死敌人的片段。就在漫画男被勾起了兴趣，视频戛然而止。小新表示以下桥段需要付费才能观看，然后他马上就说出了自己的要求，那本漫画书。就在漫画男把书递给小新，然后打算听接下来的故事时，他突然想到这在剧透最棒的电影，如果现在就知道结果，等到正式上映他就索然无味。于是他又抢回了那本漫画书，他要保留这份好奇心，直到他亲眼揭开期待中的结果，但是还是控制不住自己的好奇。就这样，这本漫画书被他交给小新又拿回来。几番纠结之后，终于漫画男撕掉了手中的这本漫画，他发誓一定要坚持下去。然而小新想到了更好的办法达成自己的目的，如果不想被剧透，就得按照他的要求办事儿。然后他如愿以偿的搬空了漫画男的店。现在的小新可算在学校里出了名了，因为大家都知道剧透小子小新的威力，不听话就会被剧透，所有的同学都离他1丈远，剧透威力恐怖如斯，就连食堂阿姨都迫于压力把全部鸡块都给了他，这实在是太嚣张了。校长警告这个小子，他每多吃1个鸡块就多留校1天。小新挑衅着又多吃了几块，是吗？那我们就能好好讨论一下你最爱守护者的命运了。听到小新这么说，校长明显说话的底气都不足了。然而还有更过分的，小新要走校长的假发。小新就这样带着校长的假发躺在战利品之间，路过的辛巴看了，还以为校长亲临，假发一摘，原来是自己的儿子呀。辛巴很奇怪，小新哪来这些东西？小新把自己依靠着剧透威胁别人的事情说了出来，甚至还表示辛巴会同意自己用汽水冲麦片。辛巴却不以为然，他觉得辛巴不会同意。小新表示那他就会被剧透大结局。谁知道辛巴对他话反应很冷淡，他当初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就睡着了。这样的结局无非就是正义战胜邪恶，他一点兴趣都没有。换言之，他可以绝对免疫小新的剧透。虽然有些失望，但小新很快想到了新的点子，也许他可以让这种能力为辛巴服务。这样一听好像有点意思啊。就这样，辛巴带着行李箱来到了老模子酒吧，告诉里面的兄弟们今天他请客，老模子买
买单。对于辛巴这种行为，老谋子都懒得配合了。然而箱子打开了，里面竟然是小新，这把老谋子吓坏了。别说话，我照办就是了。多么棒的能力，如此简单就能让辛巴免费请客。辛妈看着倒在饭桌上不省人事的辛巴，她真害怕这样勒索别人会让儿子学坏。不过小新应该本身就是恶魔体质吧，不用学就坏。辛妈告诉自己的儿子，他不应该用这样的手段去指示别人。小新却觉得这只是一项能力而已，如果辛小妹拥有，她也会像自己一样的。辛小妹当即就表示自己坚决不会做这样的事。没过多久，辛小妹就真香了。毕竟哪位少女能够抵抗和空射侠共舞，享受在自己身上聚拢的灯光和同学们羡慕的眼神？辛小妹再也说不出拒绝的话，而是模棱两可的默认了哥哥的行为，表示存在即合理。空射侠已经受够了陪这群孩子演戏，但小新并不轻易放过命令他的机会，威胁他如果不服从，他的老板就会知道自己看了电影。没有人能够忍受别人对自己如此挑衅，但是空射侠很快就释怀了。小子，等到下周4电影正式上映之后，你就什么都不是了。他能威胁了自己，却不能阻止电影上映。明白了自己的处境，小新绝不会坐以待毙。市长正组织春田镇人民为苏西老树庆生，他正激情地演讲着这棵老树如何造福镇上的居民。一颗石头突然砸到他的头上，仰头一看，原来是小新。他拿着扩音器威胁树下的镇民，如果不用这棵老树给他建造一座理想中的树屋，他就会把续集内容用扩音器传播到镇上的各个角落。狠人胖多尼把刀插进了蛋糕中，是时候让这个小男孩经历一下社会的险恶了。可惜小新告诉他，如果自己出事，辛巴会替他公布大结局。他给指镇上居民留下了24个小时来完成这个工作量。要说最生气的人，应该就是眼镜仔了。小新不仅冒名顶替了自己，而且还做尽了坏事，所以他一有机会出院就找小新算账，说他是一个反派，说他拥有了力量，却全都用在了邪恶的事上，是一个超级大反派。小新怎么可能忍受别人这么说自己，当即就准备开始给眼镜仔剧透。就在这时，美美侠来到2位小朋友的身边，她马上就阻止了小新接下来的剧透行为，抓住他就扔进了时间隧道。当他再一次睁眼时，已经身处在曼宝的宇宙中了。树藤女士告诉他，她所看到那些电影是他们的真实世界。小新自然不相信超级英雄真的存在，但是树藤女士很快用手臂化作藤条托起了他。孩子就是孩子，小新相信他们的确拥有超能力。守护者还告诉他，在电影里看到的的确是真实发生的，并且还带着他去看了由他的自私行为所造成的恶果。空射侠已经死了，就是因为小新给漫画男看的那一片段，让邪恶势力看到了这一幕，于是他们封上他的嘴。看着已经死掉的空射侠，小新怎能不万分伤心？正当他伏尸大哭，忏悔自己所犯下的罪行，小新的真实样子显露在人们面前。原来他所在的只是一个为他设置虚拟现实中。辛小妹很不理解为什么需要如此大费周章，就为了防止不要剧透。导演为他阐述整个依靠这部续集谋生产业链，如果电影票房失败，主题公园无人光顾，万圣节服装滞销，甚至还会引起全球经济的动荡，这就严重了。辛妈觉得儿子已经受到了应有的惩罚，是不是可以把他放出来了？导演表示现在还不行，他还必须接受最后的考验。虚拟现实中的世界正在遭受反派的袭击，大 boss 抓住了小新，要求他把接下来的剧情告诉自己，让自己可以灭掉守护者联盟。作为交换，他会满足小新内心的欲望，让他拥有真正的超能力。看着就要误入歧途的儿子，辛巴辛妈着急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小新在空中回望了一眼因自己丧生的空射侠，拒绝了大 boss 开出来的条件，直接用弹弓摧毁了他的手机。没有武器的反派在正派的联合攻击之下，终于彻底毁灭。2位导演决定暂时放过这个小子，重新让他回到家中。家中岁月静好，父母正在睡觉。叫醒了爸妈之后，得知电影还没有上映，小新松了一口气。辛巴把装有剧透信封还给了儿子，表示自己并没有动过。小新没有犹豫就撕掉了信封，他做到了，他是一个超级英雄。看着逐渐远去的小新，辛巴询问什么时候让他知道真相。辛妈坚定的回答，永远都不要。2位导演看这家人如此守口如瓶，那好吧，暂时放他们一马，然后关掉了起爆装置。小新再也不会给人们剧透了，他把所有依靠威胁得来的东西都还给镇上的人民，树屋也不用修建了。他言而有信，绝不剧透。但是等到首映那天，所有看过了电影的人都在社交软件上发表了自己的剧透。本集动漫恶搞了漫威系列电影《复仇者联盟》，回想去年电影上映之后，除了网络上那些满天飞的剧透，因此衍生各种段子更是层出不穷。大部分人剧透源于内心优越感，因为想要炫耀自己看了别人没有看过的东西；还有的人就是憋不住想要跟别人讨论剧情。但是小新显然不符合这2种情况，他从一开始就想要依靠剧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，凭借侥幸得来的好处来获得更大的利益。小新的空手套白狼终究是拴住了自己，同时动漫还反映了由电影牵扯出的一系列资本利益。在商业化的今天，所有的作品不再是单纯的个体，仅依靠着观众的喜爱来维持一个行业的时代早已过去。
无论是电影、小说还是漫画、游戏，我们总能在里面看到资本的身影，所以越来越多作品被摆上人们的餐桌，其中不乏同时具备资本青睐和观众认可的优秀作品，因此而产生的良性循环，能够把更好的作品呈现在观众面前。虽然商业化的社会里一切都被商业化，连生活于其中的人类也没有例外，但无论如何都必须承认，商业化已经成为当今社会发展的流行趋势。我们不求超然独立，至少要让自己保持清醒。在无法阻止的浪潮中，没有人知道谁会是下一个剧透者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的小伙伴别忘点赞、评论、加关注，咱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